瓢虫是一种圆圆的小甲虫，非常可爱。它们身上有许多鲜艳的颜色和斑点，有红色、黑色或者黄色。瓢虫还有好多的名字，比如胖小、红娘、花大姐，甚至有一种叫做臭龟子，因为它们分泌的东西有点臭味，但这个名字有点混淆。你知道吗？在英文里，瓢虫叫做 ladybird， 有时也叫做 ladybug。其中的 lady 一般被认为是指天主教信仰中的圣母玛利亚。全世界有超过5000种不同的瓢虫，其中有450多种生活在北美洲。瓢虫真是有趣的小昆虫，它们常常在花丛或者草地上飞舞，它们的翅膀很漂亮，可以飞得很快。有些瓢虫还能帮助农田，因为它们吃掉了一些害虫，保护了庄稼的健康成长。如果你看到了瓢虫，不要吓跑它哦，它们可是小小的好朋友呢。你可以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和斑点，或者尝试画一张瓢虫的可爱画像。记得要爱护小动物，让它们在我们的世界里快乐生活。初步了解，瓢虫是非常古老的昆虫，有人在很久以前的化石中找到了瓢虫的踪迹。那时候的瓢虫看起来有点像椭圆形，好小巧呢。科学家们把这种古老的瓢虫称为 Coccinella 分属。其实真正能够分辨不同种类的瓢虫是在很久以后的时候。比如说 Coccinella 属的瓢虫出现在渐新世、中新世和更新世。Sedalia 属的大力瓢虫出现在渐新世和中新世。Zoophyta 属的梅鹿瓢虫出现在渐新世。Anis 属的眼斑瓢虫出现在中新世。这些瓢虫的化石记录很少，但是中国还有很多中生代时期的瓢虫化石材料没有整理过，也许会给瓢虫的演化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。哇，这些瓢虫的历史可真是有趣。想象一下，它们在几百万年前就存在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这些化石，可以了解到瓢虫的发展和变化。或许将来会有更多有关瓢虫的新发现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外形特征，瓢虫真是个有趣的小昆虫，它们的身体长度可以从1毫米到16毫米不等。有些瓢虫看起来像短蛋形或者圆形，背部特别饱满，而腹部通常是扁平的。从上面看，瓢虫的前胸和鞘翅基部常常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，宽度也相差不多。有时候瓢虫的头部会嵌入前胸里，甚至被前胸的背板盖住。瓢虫的前胸背板和鞘翅背面可能是光滑的，也可能有一些稀疏或密集的细小短毛。大多数瓢虫有3个特征，可以帮助我们把它们和其他相似的昆虫区分开来。首先，它们的下颚须端节看起来像斧头一样。其次，它们的脚的节部看起来是隐藏着的，一般是4节式的。第三，它们的第一块腹板上有一个后基线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向后延伸的线条。这些特征帮助我们辨认瓢虫和其他近亲们。另外，瓢虫的腿和触角都相对较短，虽然有时候不太明显，而且它们的鞘翅背面没有明显的刻点。这些特征也有助于我们把瓢虫和其他相似的昆虫区分开来。不过也有一些瓢虫的身体长度超过宽度的2倍哦，比如北美的大斑长足瓢虫，它的名字可真长啊，它们的身体就比较长。瓢虫真是个有趣的小生物，它们的外貌有很多独特的特点，让我们可以辨认出它们。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了一个可爱的瓢虫，不妨仔细观察它的形状和特征，或者画一幅漂亮的瓢虫图画吧，和瓢虫一起玩耍，一定很有趣呢。分布，瓢虫的种类真是多得数不过来呀，全世界有超过5000种以上的瓢虫，而在中国已经记录下来的瓢虫种类有10个亚科，22个族，83个属，530种。哇，这可真是一个大大的家族。在中国，瓢虫最喜欢的地方是东洋界，那里有407种不同的瓢虫，占了总数的 76.79%。而在中国的动物区划中，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华南区了，那里有208种瓢虫，占了总数的 39.25%， 真是瓢虫的天堂啊！成长，瓢虫的成长过程真是神奇，它们是全变态昆虫，就是说它们的幼虫和成虫长得完全不一样。一生中，它们又经历4个不同的阶段：卵、幼虫、蛹和成虫。首先是卵的阶段，
瓢虫的卵通常是卵形或纺锤形的，颜色由浅黄色到红黄色不等。不同种类的瓢虫卵的长度也不一样，从0.25毫米到2毫米不等。当瓢虫妈妈产卵时，卵只有在通过它体内的精子贮存器的开口时才会受精，这时精子通过卵一端的小孔进入卵内。接下来是幼虫的阶段，当卵孵化后，小幼虫会从卵壳中爬出来，并停在上面，通常只停几个小时，最多1天的时间，等待身体和口器等器官硬化。然后小幼虫就开始分散觅食了。它们通常会经历3次蜕皮，分为4个龄期。在蜕皮前，它们会停止进食，用尾部的钢器固定在基质上，头朝下蜕皮。在变成蛹之前，4龄幼虫会停止吃东西并保持静止。有时候即使没有外来的干扰，它们也会挺立起来。有些人把这个时期单独列为前蛹期，然后是蛹的阶段。大多数瓢虫的蛹是裸露的，也就是说，在变成蛹时，幼虫的蜕皮壳会附着在与基质粘连的一端。在生长季节里，瓢虫的卵发育需要2到4天，幼虫阶段需要9到15天，蛹阶段需要4到8天，所以从卵到成虫需要16到25天的时间。最后是成虫的阶段，刚刚羽化的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，颜色浅而且没有斑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鞘翅上的斑纹会逐渐出现，有时候只需要几分钟、几小时，甚至几天或几周。在野外，瓢虫的寿命各不相同，有些休眠时间较长的种类，成虫可以活上1年左右，甚至有些瓢虫可以活2年。不同种类的瓢虫在寿命上也有所不同。有些成虫如果没有合适的产卵条件，它们可以度过第2个冬天而不产卵。在南方，许多瓢虫1年可以经历5到6代，有些种类甚至更多。而在北方地区，1年内产生的代数相对较少一些。瓢虫的成长之旅真是多彩多姿，它们从小小的卵孵化出来，变成可爱的幼虫，然后通过蛹的阶段进行变化，最后成为美丽的成虫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，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。种类瓢虫有很多不同的种类，我们在花园里随时都能看到它们。它们的颜色各不相同，有些是黄色的，有些是橘色或红色的。我们还可以通过它们的体型来区分它们，有些瓢虫瘦小，有些则比较胖壮。但是要最好的认出它们，我们可以观察它们身上的斑点。有些瓢虫有2个斑点，有些有9个，还有一些瓢虫则没有斑点。全世界大约记录了500个属和5000多种瓢虫，在中国已经记录了近400种瓢虫，其中有大约1/6的品种是以植物为食的，它们主要吃茄科、葫芦科、曲鱼科等植物，还有一些吃豆科、禾本科、葡萄科等。有一些瓢虫专门危害重要的农作物，比如马铃薯瓢虫危害马铃薯和茄子，大豆瓢虫危害大豆等等。还有一些瓢虫以真菌为食，它们能吃掉白粉病菌的菌丝和孢子。除了吃植物和真菌，瓢虫的大部分种类主要以蚜虫为食，还有一些瓢虫捕食介壳虫、粉虱和叶螨，其中有一些瓢虫是叶螨的天敌，它们能帮助防治叶螨。还有一些瓢虫特别喜欢吃有蜡质覆盖物的介壳虫，它们的嘴巴特别适合掀开介壳虫的蜡质外壳。还有一些瓢虫喜欢吃绵芽和棉芥，它们的背面也有蜡粉或蜡质丝，外形和它们的食物很像，拟态。对人类的作用，瓢虫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害虫捕食者，它们特别喜欢吃蚜虫、介虫、粉虱和螨虫等害虫，可以帮助植物保持和害虫之间的平衡，这对于花园和农田里的植物生长非常重要。有一种瓢虫还会吃真菌的孢子，特别是白粉菌，所以它们也能帮助防治白粉病的。有些人还专门收集和饲养瓢虫，并把它们卖给其他人，这其实是一种产业啊。还有一些科学家会把瓢虫用在实验中，来研究生命科学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进化、遗传、生态等等。今天我们深度了解了瓢虫，瓢虫还有很多不同的种类，每一种都可以细细说来。以后的视频中我们再继续了解啊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